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per，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内容呢，是关于男生如何建立自己的衣柜。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我在20岁出头的时候呢，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那我那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自己喜欢什么就买什么，然后呢，觉得过时了或者自己穿的不喜欢了，然后呢，也就把这些衣服扔了。然后后来呢，就发现就好像你钱也花了，但是好像衣柜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那再后来，随着年龄慢慢越来越大呢，就意识到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衣柜。当然，这个衣柜并不是说需要越来越多的衣服，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衣服可能是这个衣柜的一部分的要素，但是呢，更多的是如何把钱合理的分配在我们的穿衣的需求上面。那这个衣柜呢，不但可以满足你个人的穿搭喜好，也可以很实用的应用在很多的生活场景。那在今天的视频里呢，我会跟大家分享4点我的建议。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呢，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和3连。那我的频道呢，是关于男士时尚、潮流、穿搭、护肤以及更多和男士相关的内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呢，请不要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那第一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了解一下你的穿衣需求。那我们每个人的穿衣需求呢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他们很大一部分的穿衣需求呢是为了工作，因为他很长时间呢都会在工作岗位上。那可能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他们的穿衣需求就是我喜欢怎么穿我就怎么穿。那可能偶尔面试或者社团才需要穿的比较正式。那另外呢，我们每个人的穿衣需求呢是会变的。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变化、收入的变化、职业的变化，还有你对时尚穿搭的理解的变化，那我们的穿衣需求呢也是会改变的。所以呢，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话题。那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们公司刚开始呢是没有着装要求的。那虽然我为了工作买了一套西装，但是呢只有面试穿了1次，然后之后呢就再也没有穿过。那基本上我买衣服呢都是比较偏休闲的，然后后来呢又看别人的穿搭，然后了解了一些街头的品牌，然后又开始尝试比较街头的风格。那现在过了30岁以后呢，就开始买一些相对比较稳重和成熟一点的衣服。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像我基本上100%的穿衣呢都是满足自己的喜好。那如果看节目的你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也许是时候开始想一下这个问题了。那其实呢，不用花大家很多时间。那简单的梳理一下你的生活轨迹和你的喜好。那如果你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比如说可以允许你50%穿你自己喜欢的衣服，那50%你可能是为了工作，那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目前的这个需求去建立一个你的衣柜来满足你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那我觉得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你在花钱的时候呢会更理性，因为你知道什么才是你真正需要的，什么是你买了以后穿不了几次就可能会浪费。当然了，如果你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对吧？你不买就睡不着觉，那你就不要 care 我说什么，买它。OK， 那第2点呢，就是从经典的百搭款开始。那我现在衣架上面放的这些呢，都是经典的百搭款。那不管是谁，我觉得我们的衣柜里呢，都需要一些经典的百搭款。那尤其是对于时尚新手来说，不要挠，不要挠，不要挠，一挠我就没法录了，把它给弄开。那尤其对于时尚新手来说，你可能刚刚入了这个门，你不知道要买一些什么，或者你不知道有一些衣服该怎么搭配。那经典的百搭款呢，就是你需要的。那经典的百搭款呢，包括但不限于，比如经典款的原色牛仔夹克，然后 slim fit 的牛仔裤，浅蓝色的衬衣，灰色的羊毛衫，还有 slim fit 的休闲西裤，以及这种黑色的羊绒大衣。这些单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从颜色和款式上面呢，非常的百搭。那如果你今天非常着急的出门，或者你今天不想花很多时间和心思在搭配和选择上面，经典的百搭款呢，不但可以让你节省时间，而且呢，也不会让你在穿搭上出错。那比如这种冬季的黑色的羊绒大衣，它可以一直穿，而且呢又非常的百搭。那第2点呢，对于一些很个人风格的单品，那这些经典的百搭款呢，不但不会过时，而且呢也适合更多的生活场景。那比如这种 slim fit 的休闲西裤，不
不管是黑色的还是灰色的，你也可以平时穿去上班，然后呢，你也可以周末穿出去和朋友聚会。尤其对于一些时尚新手来说，那我觉得与其你动辄花上千元买一些，比如说那种辨识度很高的单品，你穿几次呢就不想再穿出门了，或者呢过了这一季就容易过时的单品，你还不如买一些面料质感比较好的经典款，它们又百搭又不会过时，而且呢也适合更多的生活场景。那你这样花钱呢，一件多貂，然后省钱的又实用。OK， 那现在呢，我换了一件比较我个人风格的单品，那也和接下来这一点建议呢有关系。那第3点就是发掘你自己的风格。如果说经典的百搭款呢是为了实用，那符合你个人风格的单品呢，就是为了展现你自己的个性。我个人的建议呢，也是我自己就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就是多看别人的穿搭，然后呢了解一些你没有了解过的品牌，然后呢慢慢找到你喜欢的风格，或者你觉得是适合你的风格。然后呢，你可以买一些符合你个人风格的衣服。那我觉得符合你个人风格的衣服呢，也是我们衣柜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那我呢，就把属于我个人风格的衣服呢，添加到我的衣柜。那第4点，这是我非常个人的建议，就是是时候展示你的帅气了。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衣柜里已经有了经典的百搭款，还有呢就是符合你个人风格的衣服。那这个时候，我觉得男人的衣柜里呢，就要有几件不管从款式的设计还是面料的质感都足够好的单品。那这些单品呢，就会点亮你的整个 look， 会让你看起来呢非常的亮眼。比如一件 biker 皮衣，穿皮衣呢就非常的帅。那有些衣服呢可能会比较挑人，但是我觉得没有哪个男生穿皮衣是不帅的。还有呢，就是像这种鸡皮面料的夹克。你看它没有花哨的设计，然后颜色呢也是简简单单的白色。那像这种鸡皮面料的夹克啊，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我好像几乎没有在生活当中看到有人穿这样鸡皮面料的夹克。但是鸡皮它的这种皮质本身的质感呢就非常的好，就是很有高级感，所以呢穿在身上其实你不用费心思搭配，简简单单的穿搭就会让你整个人呢都非常的亮眼。那像这样的单品呢，其实我们不会经常穿，那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不会每天都穿 biker 的皮衣出门。但是就是说，当你任何时候你想要穿的时候呢，这样的单品就真的会让你就是 look fantastic， 而且呢，别人看到呢也不会觉得 it's too much。那像这样的衣服对于我而言啊，其实不能算是一种投资吧，但是其实我买这些衣服呢，首先我就是瞅准了它的这个面料，然后我买了以后呢，我就是打算穿很多年的。那前提是我的体重不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然后呢，这些衣服其实这些品牌做这些衣服的时候呢，它采用这么好的面料，它呢其实真的就是 designed for you to wear for many years， 所以就是真的可以穿很多年。重点是你看它的这些款式，呢就真的不会过时，然后你就真的可以一直穿，前提是你别把它给穿坏了，然后做好该做的保养。而且这些衣服呢，它们的原价呢也不便宜，但是我就真的就是每次都是等每年11月感恩节的时候，就是等那个打折打得最狠的时候，我就会果断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款式或者颜色，我就会入一件。像这件衣服，它原价我真的不会买，这个太夸张了。它原价我记得好像是900多。但是当时我记得它好像是打了7折还是多少，好像打完折是700左右，还是有点超出预算，但是我就一狠心我就买了，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个颜色了。你看这个颜色和这个面料真的就是特别的高级。然后还有呢，就这件皮衣呢，它原价我也忘了是多少钱，可能是700-800还是800-900，但是我记得我买的时候也是打了7折还是多少来着，好像我入手的时候是500多美金。但是你看这个皮衣整个它的这个质感就非常好，而且说实话500美金在美国你要其他的普通的品牌真皮的皮衣你也可能得花到300以上，至少要300以上，所以500左右买一件皮衣就真的非常的划算。然后这件皮衣我大概买了有1年半左右了，然后穿过可能7-8次、8-9次。但是你看这样的衣服
我还可以一直穿。你看这件衣服穿了7、8次、8、9次以后，还是和新的一模一样。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你收入允许的话，其实你可以去买一些这样的衣服。这样的衣服你买了以后，你就不用担心，想着哎这衣服穿坏了或者怎么样，我需要再买一件。就真的不会。OK，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不要忘记点赞和3连。如果大家有任何你们的想法呢，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留言。我看到你们的留言呢，我也会回复。最后呢，请大家不要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再见。